们终于要回去了呀！我怎么还有点舍不得呢？是啊，这永安城啊，住的都有点习惯了。我回去了肯定也会想祖宗的。来喽！哎呀，好香啊！哇！月亮圆了，只要咱们这位祖宗被这泉水羊肉打动，咱就能回去了。来了来了！哎呦呦，快！勾引少尹。我还以为就是寻常吃饭，竟如此丰盛，还做了这好些灯盏。有你在就特别嘛。走走，少爷快请坐。哎，坐，都坐。哎，刘长，坐，来，我一块。李大叔叔，你快坐。快坐，刘郎君。好。哎，少爷，你快尝尝，我们特意为你做的泉水羊肉。行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吃。哎，大弟。沈娘子如今已再无后顾之忧，郎君也可以向沈家提退婚的事儿。既然各位都在，我有件事想与诸位商议。哎呀，巧了，我们也有一些事情要跟少尹讲。少尹先讲。我要说的不打紧，还是请伯父先讲。哎，不行，还是少尹先讲。还是伯父先讲。还是少尹先讲。那伯母来讲。啊？哎呀，还是我来讲吧。少尹，我们为你准备了临别礼。这是我们特意做的衣服，我们自己画的图纸请人做的，希望你永远锦袍在身。是啊，少爷，还有这些灯也是我们特意做的，希望可以照亮少爷的前程。对，少爷，我也有礼物要给你，这是我自己画的全家福，还帮你画到了 C 位。塞位，我猜就是把我塞在这个位子的意思。是说，少尹在我们家人心里永远在最重要的位置。多谢。不过，方才说这是临别礼，是这样啊，少爷。你看我们在这儿也打扰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也应该回自己的老家了，所以呢，就给你准备了一些礼物，都是我们亲手做的小物件儿，也希望少尹以后的生活能过得舒服些。我们今天还把少尹的院子啊、家里边都收拾了一下，希望少尹别介意啊。少尹啊，这段时间真的是麻烦少爷了，我们全家心存感激。这一杯，我们敬你。来，郎君，敬少爷。大家就别站着了，赶紧吃啊！来，坐。哎，坐，吃。少尹随意啊。啊。洋洋，来，啊，多
多谢伯父。刚才你说有事情要跟我们讲，是什么事情啊？小事而已，不说也罢。哦，那就吃菜。来，哎，刘郎君尝尝这个。谢谢伯母。这是米豆腐的食谱，也留给你了，你收着。我们走后你别忘了好好吃饭，不能忙于公务就每日干嚼馒头啊。姑姑，这些灯晃起来好像萤火虫啊。萤真的火虫是什么？啊，就是刘莹。刘莹，洋洋，我知道有个地方能看流萤，想不想去？想去，在哪里啊？那吃完饭带你去。好，那就麻烦少爷等会儿帮我照顾洋洋了啊。一起。可是现在要出去，不是违反宵禁了吗？从后门出去，不上朱雀大街，能避开金吾卫夜巡的。苍河流萤是永安最有名的夜景，你们马上就要离开了，这次不去，恐怕就难有机会了。来，先吃，吃饱了再说啊。好漂亮啊，这么多。沙隐叔叔，等我回去了，一看到萤火虫就一定会想起你的。什么事儿？你说说，你别乱叫啊。我爱的。哥哥，我抓到萤火虫了！洋洋，你别抓了，萤火虫关着它一天就死了，你让它自由自在的多好呀。也祝你自由自在。自由自在，还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。不瞒你说，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大官，觉得应该把少隐供起来。可相处下来，我发现你是面冷心热。到现在，我竟然会觉得你像是朋友。可惜我只是永安城的过客，我不属于这里，所以一早就想好了不在这里交朋友的。巧了，我也是。那我们就不是朋友。相思中一壶红豆，心贴烈火冷了愁，抬眸间醉望白头。不如把未尽的红尘哥哥，你看萤火虫，细雨和风雨都是以后，也可拂落愁梦，不奢望不回头。执念今朝莫逃，结果有始有终。刘郎君，哎，我有件大事，甚至可以说是终身大事，想请你呢帮帮忙。好啊，是这样，那日诗会之后，我就收到了不少永安贵女的诗信，
我平时主要是以钻研甲骨文为主，对诗歌这些东西呢不是太了解所以想请你帮我解析解析。来，我就看看啊。这首呢是夸沈郎才华卓绝，那日舌战群儒啊。这首是夸你风流倜傥、潇洒英俊，是吗？什么呀，就潇洒英俊。这首更了不得，这小娘子，她对你芳心暗许了。来，我看看。哎，给我一张。呀，这些信是不是送错地方了？哎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在社会上我也应该整两句建设性发言，兴许我也弄点粉丝呢。哎呀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以此类推，以此类推啊！这儿还一张啊！什么才叫做厚颜知己？什么才叫做好本家人？我给你。没想到这儿的人这么的有品味，我都有点受不了。我要带着这些爱意离开，不管余生再惨，我要靠这些坚强的活下去。我说，人呢？你们根本就不懂我。按照我脚本写的，我们就是在一个月圆之夜，用一碗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祖先，然后沐浴月华，睡着，醒来就回到了现代。你说咱们在这儿挣的钱啊，够咱们回去用好几年的了。说实话，我都觉得这古代的钱比咱们现代好赚的太多了，我都舍不得离开永安了。是啊。虽说这儿打不了电子游戏吧，也没什么现代化的设施，可这钱好赚呐。妈，你说我这样的，我回到现代，我更不好找工作了，而且咱家饭馆现在也不行了。你看着我，他也是干不下去了呀。去，你说咱们在这儿随便做一点现代化的美食，那钱唰都来了，而且我还能有那么多粉丝，这多好啊！你们说的这些都不重要。听说明年啊，永安城要举办第1届厨神大赛，咱们要是真待到那个时候，还兴许我就能给咱家争取个名次。我要是真能拿到个名次，也有一大堆粉丝。我要是火了，我的粉丝肯定是比你多。行了，你可拉倒吧你！你几斤几两，我心里还没数吗？没完没了了你，还出身的。其实我觉得我爸说的不错，你看我爸这派头，稍微一收拾，绝对中年偶像啊，是不是爸？其实我也喜欢永安，因为有祖宗陪着我玩。哎，要不咱们干脆别回去了。我就是随口一说啊，没其他意思啊。其实也未必不可。其实也不无道理。可是姑姑对祖宗撒了弥天大谎，要是被他知道了该怎么办？时间快到了，都别胡思乱想了，咱们都认命回去啊！总归有这么多金子呢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行吧，我要带着粉丝对我的爱回去。没，拿着。少尹在我们家人心里
永远在最重要的位置。我们走后，你别忘了好好吃饭啊，不能忙于公务就每日干嚼馒头啊。终于回到有 WiFi 的地方了，再找个高价回收黄金的地方。沈娘子，我怎么还在这儿？回娘子的话，昨日诸位竟醉得都在院子里睡着了。刘管事担心大家醉酒着凉，就赶紧把你们送回了各自的房间。换个角度想，你说其实从一开始啊，这回去的各种招儿就都是咱们想出来的，咱们也都试过了。那既然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回去，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了？留下来，其实也挺好的。你说我这样的在现代要啥没啥，但是在古代呢，我还真是挺受欢迎的啊。而且现在看起来祖宗的人品也不错，要不咱们就干脆真留下，开个小饭馆，享受下现代没有的祖荫，说不定会首富当当呢。沈公菜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这些？我这不是，对啊，你妹妹说的对啊，你这种躺赢的思想那肯定是不对的，做事情他得是积极向上，对吧？但是，如果是真有什么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咱们真的回不去，那我要是参加个厨神大赛，弄个永安第一名厨，也挺好啊。永安第一名厨哎。所以你们都不想回去了？阿季，你说这些年你爸也没往家里弄回来多少钱，咱们一家人过得都挺辛苦的。如果咱们真能留在永安，最起码咱们一家人就有了物质保障了。有道理。上菜喽，少爷，团团圆圆，马上团圆。哎，用，慢用。清新团圆，甜蜜团圆，吃。大团圆，小团圆，慢用啊！终于团圆，永不分离。伯父破费了。少爷啊，待会儿你吃完饭，沈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啊。伯父想要什么，可以直说。哎，好，我这，其实还是让少姐跟你说吧啊。稍等啊！加油！那沈兄，你来说吧。其实我们是想，就是算了，你还是当我梦游吧。
少爷，我们有话要和你说。我们有话要跟你说。但说无妨。少爷，你饿不饿？我再去给你做点吃的。这看起来够我吃了。是。那少爷慢用。到底是什么这么为难？总不会是你们刚说要走，现在又说要回来继续住在云水院吧？我猜对了。其实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状况，可能暂时先走不了了。真的很抱歉啊，少爷。你看我们这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地方去，所以就先只能暂住在你这里。当然，我们也想好了，我们最近摆摊不是赚了很多钱吗？我们打算租个铺子，正式开个14，到时候能赚更多的钱，这样也不白住少爷家，垫付租金。少爷意下如何？租住少爷家，这话要传出去，倒像是我在控诉圣人给的俸禄不够啊。这，拿回去。住下吧，得空的时候给某做一份米豆腐就好。放心放心，以后少爷的一日三餐都包在我们身上了。老沈、小沈。多谢少爷。知道沈家人不走，心里踏实啦？没有。还没有呢。郎君都乐得同手同脚了。我刚刚同手同脚了。你躲那么远干嘛？我不躲这么远，我等你来收拾我呀。怎么会？咱们一起从崔家出来，你是我此生最好的兄弟，我怎么会因为一个玩笑同你计较呢？不会。这么想？你还说我是你最好的兄弟？你骗子！哎，这话真没骗你，你确实是我此生最好的兄弟。还来！从小你就用这招，我早防你。长进了。不过我也是好多年没看你这样了。这沈家人来了之后，倒是让你松快不少。不过这个婚，还是得退了吧。裴玉是没心眼儿，知道了也不往外说。可若是旁人，顺着沈家摸过来，郎君的身份可就危险了。少爷，这么晚了还未休息啊？还有公文未看。哦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这几日难以入睡。少爷先回吧，我在院中稍坐一会儿就回了。
若有什么难处，好歹我还是个京兆少爷，没准能帮上你。多谢，我真的没事儿，就先回去了。来，这边请啊！看多热闹！是。哎呀，哇，你看那边有好多好吃的。是啊。都说天下美食在永安，永安佳肴在聚贤。各位啊，要是想开14，来这儿就真是来对地方了。你看前面啊，就是聚贤巷最有名的2家馆子。第一家林来酒肆，全永安啊最奢华的馆子。来的都是达官贵人，无论你想吃什么山珍海味，在这儿都能尝到。你看，第2家桂香酒楼，柳氏啊3代经营，如今由柳峰、柳三郎负责，那讲究的便是个雅字，文人墨客最爱来此用餐。在酒楼西侧的扇壁上，题满了如今永安最负盛名的诗人所作的词句。油香浓郁，清蒸淡雅呀。行家呀，郎君可是嗅出了2家的特色？哎，过奖。爸爸，阿姨，你好厉害呀！哎呀，这就叫厉害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云来酒肆的厨子做饭爱以炙烤油炸为主，桂香酒楼则是以清蒸保留原味居多，口味偏淡。叫我说，也没什么新意。你不信，等我这个店开起来，他们2家店加在一起都不是对手。再带着我，来，咱们要看的就在前面。来，哎呀，妈，我爸这样你都不管我呢。就是这一间，聚贤巷控制商铺中，这间是离市中心位置最近的，每月才要400钱。记住我的话，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在于这铺子也太普通了，还有没有更好的了？啊，有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这不是？这边请。哎，在选店铺这个问题上，要坚定不移的支持我。那也是不是啊？是吧？你早说这个我不就懂了吗？你500钱。哎呦，这么大！还有没有更好的啦？还有没有更好的啦？有的。带我去看看。走。这边。聚贤巷控制商铺中最大最好的一间，每月800钱。小了，还是小了。沈先生，沈小姐，啊，你们俩跟我过来一下。干啥？哎，不是你又有什么事儿？我这儿忙着呢，时间就是金钱。沈建设，你是不是飘了？是不是飘了你？我没飘呀！你想好开多大规模的了吗？就在那挑的，2层小楼你还嫌小啊？你要上天啊你！我没有，我是在用计谋策略。你有那个脑子吗你？计谋你？这爸，你别狡辩，你肯定是有问题。还有你沈小姐，你跟着起什么哄？我错了，起什么哄？老婆，你打他，你能不能先松开我呀？我说，错了。我告诉你们俩啊，一会儿都给我闭嘴，听没听见？我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呀！大娘，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麻烦你再帮我们找一间，位置不需要太明显的，房子也不用太大啊？早说嘛，有。钱不行，钱这事儿你还得来看看这间。哎，这原是康员外郎家的铺子，他产业多，这间小，他并不怎么上心。每月呀，只要300钱。
但是呢，有一条，康员外郎啊爱好美食，所以啊只想把这间铺面租给做饮食的人家。康员外郎是谁啊？康员外郎你们都不知道是谁？不知道。他可是全永安最有名的美食品鉴大师。你们知道1年1度的厨神会吗？那就是他的手笔。哦，就厨神大赛是吗？大娘，要不这样，我们直接给你付1年的租金，你再给让点儿，每个月给你250，怎么样？老婆，你想好了没有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再者说250，它也不好听啊。没事儿，配你。280，真没什么赚头。哎呦，大娘一看就是个爽快人，你这肯定还有余地的，就250了啊。265，那后院啊还有个阁楼，虽然没有修缮，但是可以当库房啊。就250了。哎，行吧行吧。哎呀，你可真会做生意。哎呀，哪里，咱们呀就当结个善缘。这间铺子呀当真划算啊！这后院啊连着巷子，到时候你们一扩建，等于白得半间铺子。扩建？啊，你们这还能这么搞啊？不，这都没人管啊？那谁管呀？那云来酒肆都扩建成什么样了？那后巷占了一大半，不还好好的吗？放心吧，出不了事儿的。行，那我们就定这间了啊。那咱们签契约去。行，签，快走。郎君方才所说，这聚贤巷店铺擅自违规扩建的问题，想必先前一定有人发现了，可为什么就是不管呢？永安的水可比外头深，东西市背后利益盘根错节，先前的云小郎君贪墨案好解决，可是在这儿，很多人却动不得。谁说不是呢？就好比这聚贤巷最有名的2家铺子，桂香酒楼和原来酒肆，都是家大业大的，真要查起来，背后还不一定牵扯到谁。要不，郎君就意思一下得了。我既担了这京兆少尹的名，便不能尸位素餐。来，阿季，看看我们选的店铺咋样？是不是不错？而且还挺大的啊。哎，我说阿季啊，你得赶紧找人给我打几口锅啊！这个地方的锅我用着可不趁少啊。哎呀，这要忙的地方还多着呢。阿季啊，你点的一项比较多，你就看看这地方怎么装修啊？啊？哦，对了，阿季，那个衙人说咱们这还可以再扩建一下。哦，当然了，我就怕会被查，还是你拿主意吧。你们定吧，我都行。姑姑，你好像不太开心，是不是还想回现代呀？这个棒棒糖给你。谢谢洋洋。阿季啊，你得接受现实。你仔细想想，就咱们的小饭馆，它迟早得倒闭啊！咱回去还能有啥？还有啥值得你留恋的，是吧？你说是你那个啊只有200个粉丝的账号，还是你那个大聪明的前男友啊？阿季啊，我一开始也没瞧得上这个地方，可后来想想也不赖。你想想，咱在现代那小饭馆，还没这1/3大呢。你说这地方能赚钱，还有祖宗保佑着咱们，挺好的。是啊，阿季，你跟妈说说，你为啥这么想回去啊？没什么。没事儿，你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，憋心里多难受啊！说说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怎么就会突然来到这个鬼地方呢？我之前没日没夜的做兼职，我好不容易攒了点钱，给家里安了个洗碗机，3000多块，我一次都没用过。在这好好做生意也要被人看不起，说是下等人。白天要学着样子给别人行礼，晚上也不能出门，是能偷偷出去，那是偷偷的呀，一点都不自由。你们都习惯了，你们都不想回去了。哎呦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咱们这不是才刚刚开始呢吗？那说不定哪天咱们突然就回去了。阿季啊，你可千万别着急，这个事情吧，你得慢慢试。是啊，你看这不也都慢慢上了正轨了吗？啊，既来之则安之嘛，你反正要回不去，咱们就……姑姑，也许吧，
我再适应适应，过几天就好。对，过几天就好了啊！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真要在这样一个社会生存下去，可我留在这儿能做什么呢？入暗流沉舟，不见一夕野火，前方朦胧，光暗交错，屋内此心即此境，命运摆弄悬空，多云雾中茫然追踪。若非年少心头有动干戈，怎知他难测？早知把你我当初莫相从，一同放手。偏偏心只深处才知无浓，谁懂何去何从？结果人间回首望梦，可还在否？不见一夕野火，前方朦胧，光暗交错，屋内此心即此境，命运摆弄悬空，多云雾中茫然追踪。若非年少心头有动干戈，怎知它难测？早知把你我当初莫相从，一同放手。偏偏心只深处才知无浓，我该何去何从？结果人间回首望梦，可还在否？